不用出门买，200克黄豆在家复刻街头爆款豆花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滑嫩到颤抖的豆腐脑，豆香直冲天灵盖。早餐店老板看了都想偷师，零添加，超简单，新手也能一次就成功，学会就能摆地摊赚外快了。赶紧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做法吧。准备2碗黄豆放入干净的碗中，这些黄豆能做10份豆腐脑。仔细将豆子里带有划痕、重眼的颗粒逐一挑拣出来，这些瑕疵豆若保留会影响后续成品的口感。接着往碗里加入足量的清水，用手轻轻搅动淘洗黄豆，让附着在豆粒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充分散开。淘洗后将脏水倒掉，再重新注入清水，水量需完全没过黄豆。接下来让黄豆在清水中静静浸泡，直至吸水膨胀至原本体积的1倍大。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浸泡好，等待第2天备用。好了，看看此时的黄豆表皮饱满光滑，用手指轻捏能感受到微微的柔软。紧接着准备一盆2000克的清水，黄豆与水的比例恰好是干黄豆重量的10倍。后续制作中所需要用到的水都从这盆中取用，如同给豆浆浓度上了一把精准的量尺，确保每一滴豆浆都维持在理想的醇厚比例。将泡发好的黄豆小心倒入料理机，打浆时从盆中舀取适量清水，无需刻意精准计量水量，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可以的，最终浓度自会被那盆清水稳稳托住。随着料理机的刀片飞速旋转，金黄的豆粒与清澈的水迅速交融，渐渐化作细腻浓稠的米黄色浆液。备好一个洁净的大盆，将细密的纱布袋平整铺入盆中，把打好的浆液缓缓倒入纱布袋内。此时再从预留的清水中取适量水，均匀地浇在纱布袋上，不必纠结水量多寡，因为终将在后续步骤中与浆液完美融合。双手隔着纱布袋轻轻揉搓挤压，指腹能感受到豆渣在水流的浸润下逐渐松散，浓郁的豆香随着浆液渗透纱布的缝隙不断溢出，顺着指缝滑入盆中，持续搓洗至布袋手感不再黏腻，豆渣变得干爽松散时，便可以双手拽紧袋口，高高提起悬在盆上方，手臂发力将残余的浆液一点点凝挤出来，直至布袋中再无浆液滴落，方才完成这道让豆浆与豆渣彻底分离的工序。这过滤出来的豆渣呢，就可以直接炒了吃，香辣炒豆渣可下饭了。这会儿我们把豆浆倒入锅中，刚刚剩下的水呢也一同加进来。首先用漏勺仔细撇去豆浆表面的浮沫，这一步能有效减少煮制时溢过的风险，而且口感呢也会更加纯粹。接着开中火开始煮豆浆，由于豆浆在加热过程中极易糊底，需手持工具不断地在锅底倾搅，让浆液均匀受热。煮浆时务必全程守在灶前，豆浆沸腾时会突然上涌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扑出锅外。待豆浆翻滚着煮至沸腾，表面呢又会浮现一层细密浮沫，再次用漏勺将其撇干净后，把火调至小火，保持沸腾状态继续煮5分钟，确保豆浆彻底煮透煮香。时间一到立刻关火，让煮好的豆浆在锅中静置2分钟，等待温度稍降，为后续点浆步骤做好准备。
此时的状态就是我们早餐店买到的豆浆了，加点白糖，味道特别醇香。今天教大家2种点豆浆的方法，一种是传统做法，一种是新颖方式。先来看第一种传统石膏点浆法，碗中加入1勺石膏粉，石膏粉与豆浆的比例通常在1:100左右，可根据豆浆量调整。加入少量清水后，用勺子搅拌至石膏完全溶解。接着将石膏水倒入干净的大容器中备用。再看冷却2分钟的豆浆，表面已凝结出一层薄薄的豆皮，这可是天然的辅助雏形。用筷子轻轻挑起风干后，就是饭馆常见的腐竹啦。接下来将豆浆沿着容器边缘快速倒入盛有石膏水的大碗中，动作要连贯迅速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搅动豆浆，让它在室温下静置20分钟。接下来解锁第2种新颖做法，鸡蛋蒸豆花。碗中打入1个鸡蛋，加1小撮食盐约1克，可增强蛋液凝固性。用筷子呈 Z 字形快速搅打至蛋液完全散开。接着将煮好并冷却至约80度的豆浆倒进来，1个鸡蛋搭配300到400毫升豆浆为宜，根据鸡蛋大小适当调整。再用筷子轻轻搅拌，使蛋液与豆浆充分融合。蒸锅中加水烧开，放入装有蛋液豆浆的碗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8到10分钟，中途勿开盖，避免蒸汽回落导致表面塌陷。时间一到，碗中已凝结成一碗颤颤巍巍的豆花。用勺子轻压，能感受到微微的阻力，却又立刻回弹。此时淋上1勺熬好的红糖水或蜂蜜水，琥珀色的糖浆顺着豆花纹路缓缓渗入，舀1勺送入口中，舌尖先接触到的是豆花的绵密柔滑，轻抿即化间，豆香与蛋香在口腔中层层散开，比传统豆腐脑多了份蛋香的醇厚，比布丁更添豆乳的清爽，妥妥的早餐店隐藏菜单。再来看看盆中的豆花，揭开盖子的瞬间，豆香混合着淡淡的石膏清香扑面而来，盆中的豆花如温玉般凝滞润透，用勺子轻舀便颤颤巍巍滑入碗中，感觉嫩得能映出人影。舀上1勺红亮的辣椒油，再撒把翠绿的葱花碎，一碗街头巷尾的经典美味就此成型。咸香的卤汁裹着豆花的柔嫩，辣意裹挟着豆香在舌尖炸开，每一口都带着街头小吃的烟火气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2种做法，传统石膏点浆还原老味道的醇厚，鸡蛋蒸制则增添了份创新的嫩滑，各有千秋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儿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若还想了解更多美食制作方法，欢迎关注频道，会持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